大家好，这里是 Jeffrey Tech。钛金属首次出现在苹果的 iPhone 15 Pro 系列中，并延续至 iPhone 16 Pro。苹果在新闻稿中多次宣传钛金属的优势，包括航空级品质、高强度、轻重量等，称其为旗舰机型的突破性材质。相比于之前使用的不锈钢，钛金属的确在重量和耐用性上更具优势。近期关于苹果即将推出的 iPhone 17 Pro 是否继续采用钛金属设计的消息引发了激烈讨论。一些消息来源声称，为了降低成本，苹果可能会将其框架材质改为铝。然而，另一部分消息人士则对此表示否定，认为钛金属仍将是 iPhone 17 Pro 的主打卖点。这一传闻的争论揭示了苹果在设计与成本之间的权衡，也再次引起了消费者和业内人士对下一代 iPhone 的期待。iPhone 17 Pro 可能会放弃钛金属设计，改用铝制框架。这一说法的依据是，铝材更轻便，成本也较低，能够提高苹果产品的性价比。同时，由于钛金属在 iPhone 15 Pro 和16 Pro 上重量减轻效果并不明显，进一步增加了苹果可能放弃这一材质的可信度。随后又有爆料，17 Pro Max 取消钛金属边框的原因，认为苹果、三星等手机厂商想摆脱中国供应商的依赖，因为明年钛金属的成本会上涨，而中国又是钛金属主要产地，所以考虑到成本，让 iPhone 17 Pro Max 放弃钛金属，其实蛮合理的。另外，钛金属虽然硬，但对于机身重量控制有限，而未来 iPhone 手机偏向轻薄机身设计，所以现在放弃钛金属，无论是成本还是发展趋势，都是非常明智的选择。不过，这一说法很快被有些博主否定。iPhone 17 Pro 将继续采用钛金属框架设计，并认为苹果在推广钛金属的优点，2年后改用铝材没有意义。他们进一步指出，铝材虽然轻便，但从品牌定位和产品营销角度来看，难以取代钛金属所带来的高端形象。根据另一份来自 Dot Information 的报告，苹果可能正在测试一种新设计。iPhone 17 Pro 的背面由铝和玻璃2种材质组合而成，具体来说，上半部分为铝材，与矩形摄像头阵列连为一体，而下半部分则继续采用玻璃，以支持无线充电功能。这种混合设计不仅可以进一步减轻手机重量，还可能为未来的生产流程提供更多灵活性。这种设计理念并非完全没有依据，苹果此前在设备设计上多次尝试不同材质的结合，例如 iPhone 14和15系列中已经出现了背面玻璃磨砂处理的工艺，这种设计既提升了视觉质感，也增加了实用性。然而，是否采用铝材和玻璃的混合设计，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尤其是在苹果是否愿意放弃钛金属所带来的高端形象这一点上。但 Jeffrey 觉得，其实争议焦点很可能存在了误解。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那就是 iPhone 17 Pro Max 机身后背部分材质用铝制金属，部分材质用玻璃，采用这种双拼机身后背设计，而钛金属中框 iPhone 17 Pro Max 继续保留。之前小米、华为 Mate 60 2S 非凡大事就是采用双拼机身结构，所以部分媒体认为17 Pro Max 连钛金属中框也换成铝制金属，其实只是机身后背的部分工艺材质呢。之前也有博主爆料 iPhone 17系列机身后盖在工艺方面会有很大的变化，而并没有提到机身中框，与 Jeffrey 的猜测也是不谋而合。根据最新爆料，苹果公司正计划在2025年发布的 iPhone 17 Pro 机型中引入一项尖端显示技术——低阶电梯。这一创新旨在提升显示屏的耐用性、效率和性能，同时为未来的 iPhone 系列，包括 iPhone 18系列，奠定技术基础。这项技术将显著提升显示屏的耐用性和能效，从而改善设备的整体用户体验。低阶电梯技术在显示屏面板中使用特殊材料，这些材料能够减少日常使用中的磨损，并增强屏幕抗损性。这对用户而言，意味着手机屏幕在面对摔落、刮擦等情况时会更具韧性，同时显示屏的整体寿命也会更长。这项技术还能降低屏幕功耗，优化设备的能源使用效率。借助低阶电材料的特性，显示屏在传输电能时的干扰被有效减少，从而提升能量传输的稳定性。这一进步不仅可以延长电池续航时间，还能减少设备的发热问题。苹果还计划将这项新技术的应用提升到交互体验层面。据报道， iPhone 17 Pro 可能采用新命名的 LTPO 加显示面板，与 iPhone 16系列的显示屏相比，响应时间将进一步缩短，这将使用户在操作时感受到更加流畅的触控反应和更出色的视觉反馈，尤其在游戏和多任务处理场景中效果尤为显著。低阶电梯不仅是一项面向 iPhone 17 Pro 的单一技术改进，业内分析人士认为，这项技术有望成为未来 iPhone 机型的标配。例如，预计2026年发布的 iPhone 18系列
很可能继续采用这一技术，以进一步巩固苹果在显示技术领域的领先地位。苹果长期以来依赖三星和 LG 为其 iPhone 系列提供高质量的显示屏组件，据悉，这两家公司仍然是 iPhone 17显示技术的重要合作伙伴，负责为新款机型提供核心面板。然而，为了进一步分散风险，确保供应链的稳定性，苹果或将引入其他显示屏制造商作为补充供应方。这种策略不仅有助于提高生产效率，也能为未来设备的技术迭代提供更广泛的支持。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在你看来 ，iPhone 是机会舍弃钛金属外壳吗？对于苹果新型的显示技术还有什么期待呢？欢迎与我们交流互动。想了解更多数码资讯，请订阅关注 Jeffrey Tech。我们下期再见。